The reason why I really like Pixel is because it's the pure Android. Yeah, right. Yeah, it's pure Android. 看完 Pixel 11的发表会，我最想试的功能呢，不是相机，也不是那个会发光的 Highlight， 是 Gemini 的 AI 代理人功能。你跟他说一声呢，他就可以帮你叫车啊、订餐啊、买票啊。那这个呢，才是我想要的 AI 嘛？你就别只回答一大篇，直接帮我把事情做完才行。结果呢，我去查了一下 ，Google 的官方支援页面啊，就是支援这个功能的装置呢，明确写着 Pixel 10系列与三星的 Galaxy S26系列呢也是支援的。而且如果你想用的话呢，限制还很多，而且大部分的地区呢，目前还用不到。那我买这个 Pixel 11付这么多的钱，到底买的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价格吧。美国的 Pixel 11呢是899美元的起步价，去年的那个 Pixel 10呢是799美元嘛，看起来是涨了100美元。不过这个存储容量呢也从 128GB 变成了 256GB， 去年那个 256GB 啊其实也是899美元。说白了吧，它只是把这个最便宜的 128GB 给取消了，但是同样容量的版本呢其实并没有涨价。Pixel 11 Pro 呢也是同一套玩法，今年取消了 128GB， 直接从 256GB 起步，然后是1099美元的起步价，相同的容量呢也没有涨价。但是呢 256GB 的起步的版本啊，它这个记忆体呢从去年的 16GB 降到了今年的 12GB 了，就少了 4GB。 那最狠的其实是那个 Pixel 11 Pro XL 了，跟去年相比，同样是 256GB 起步的话呢，容量没有增加嘛，但是价格还多了100美元，结果记忆体呢还从 16GB 降成了 12GB。 哇哩嘞，那比去年更贵，记忆体还更少。那如果你想要 16GB 的记忆体的话呢，就只能选择 512GB 以上的版本。我知道现在这个记忆体的成本在上升，但是这个减配又加价的操作呀，那这个吃相说实话我是真的很难接受的。台湾那边其实也是同一个故事了， Pixel 11和11 Pro 呢都是取消了 128GB 的版本，但是11 Pro 的那个 256GB 的起步版本呢，一样记忆体少了 4GB， 真正加价又减配的一样是11 Pro XL， 多了3000台币，记忆体还少了 4GB。 好吧，既然这个涨价呢已经成为事实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试试看吧，能不能找到一个就是说服我自己入手这个 Pixel 11系列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 AI 的功能吧，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嘛。因为以前我们手机上的这个 AI 啊，大部分呢就只能跟你聊天嘛，真正能替我把这个操作完成的呀少之又少，没办法真的帮你做事。但如果今年真的可以直接帮我叫车、订餐，然后买票的话呢，我就直接丢一个指令过去，然后呢它自己就跑完大部分的流程，那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不过这个问题呢就又来了，作为一个繁体中文的用户，那我最想用的呀这个 AI 代理人的功能到底繁体中文能不能用呢？如果你人在美国，你还使用英文的话呢，那这个 AI 代理人的功能呢它会分批的开放，应该很快呢就能够拿到了。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繁体中文，那就不行了，因为这个功能呢目前只支援英文和韩文，那台湾呢不能用，香港呢也不能用，因为它目前呢只开放给了美国和韩国，所以台湾和香港的使用者呀，就算你把这个手机切换成英文或者是韩文，还是没办法用。那这个答案就已经很清楚了，对于你和我来说吧，就是3个字：不能用。你可能想说，不对啊，彼得森，通常这些功能呢都是在美国或者是英文先开放嘛，然后慢慢的一定会普及给其他的国家和语言的。那这个呢真的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呢那也不用现在就买这个手机，对吧？等到它什么时候支援了我们再来考虑，反正呢我是不会用我今天的钱去买明天的功能的，所以至少今天吧，那这个我最期待的 AI 的功能呀，也不是我入手这个 Pixel 11的原因。 Pixel 11系列到底多了什么呢？是去年那些 Pixel 10没有的呢？那这些升级能不能让我接受它的这个价格呢？我们先看 Pixel 11标准版吧，主镜头的感光元件呢变大了，然后无线充电呢从15瓦呢提升到了25瓦，然后呢也换上了最新的 Tensor G6 晶片嘛，还有就是 Titan M3 的安全晶片。而且起步的 256GB 啊，跟去年的那个存储容量相比啊，价格是没有上涨的。那我觉得这个呢，价格算是合理的，相同的容量，然后相同的价格嘛，然后相机和充电都有小小的升级。只不过我最在意的这个晶片的效能呀，就是 Tensor G6 晶片呀，
官方说呢，它这个 AI 运算的速度呢快了3.5倍，而且能耗呢降到了原来的1/3。但是这个 CPU 和 GPU 的性能效能到底提升了多少呢？这个发表会呢是完全没有提的。那11 Pro 和 Pro XL 呢，最明显的升级啊，肯定就是那个长焦镜头了。虽然同样是4800万像素，但是这个感光元件的尺寸呢比去年更大了。然后这个进光量呢提升了大约30%，变焦呢也从去年的最大100倍提升到了120倍。那这些呢确实是有实打实的硬体的升级的。然后呢 Pro 和 Pro XL 多了一个 4K 人像录影，还有就是即时夜视模式，还有就是夜拍的速度变快了，不用你拿着手机等那么久了。那如果你经常录影、拍小孩、拍活动啊，还有就是什么拍什么演唱会，尤其是晚上拍的话呢，那这些升级呢其实是有意义的。然后还有什么呢？我想想啊，好像是少了一个温度感测器，不过那个也没啥用。好像就是主镜头呢跟去年好像也差不多。那还有什么呢？对了，想起来了，就是多了一个彩色的 LED 灯嘛，叫做 Highlight。 Pixel 现在居然也有 RGB 了，那不同的人打来电话呀，可以发出不同颜色的灯光。那这个可是全新的呀，不光是 Pixel 10没有， iPhone 和三星全都没有，厉害吧？那这个 Pixel 难道就真的是一无是处吗？我突然想到了，就是黄仁勋啊，在2025年他在北京参加一次就是媒体会吧，然后有人就问他平常最喜欢用哪一只手机，结果呢他直接就把自己的手机给拿出来了，就是一只 Google Pixel。 Yeah, right. Yeah, it's pure Android. Nothing on top, nothing on the side. Very, very simple and very clean, and I like it. It's good. 其实呢，这些呀就是这个 Pixel 手机最大的优点了。我自己其实也算是 Pixel 系列的老用户了，虽然不是我的主力机啊，但是其实我每年都是有在用的。我真的很喜欢它的那个系统，同样都是安卓系统，三星里面啊就有三星的账号，然后又有那个 Google 的账号，还有什么相簿啊、浏览器啊，很多东西都是两边都有2套东西在那边。然后 Pixel 呢就简单很多，一个 Google 账号就全部都搞定了嘛，没有那么多重复的 APP， 也不用一直在想我这个资料到底是存在了三星这边了，还是存在了 Google 那边了。那这个系统的干净程度呀，三星是真的比不了。然后 Pixel 还有一大卖点就是它这个拍照嘛，它一直都很有自己的这个性格，你不用研究什么一大堆的模式，你就拿起来拍，拍出来呢就真的是挺好看的。现在它这个荧幕啊、做工啊、外观的整个的质感呀，也都达到了就是旗舰机应该有的一个样子了。跟三星相比 ，Pixel 赢在了一个更干净的系统，然后有更完整的 Google 的体验。然后跟 iPhone 相比呢，它又保留了安卓的自由度。但是它那个唯一的明显的短板，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效能呀。我原本以为就是 Pixel 换上了3纳米台积电的制程之后呢，这个问题应该会很快解决。结果去年的这个 Pixel 10呀，效能呢还是没有追上。那和同价位的三星呀，还有 iPhone 相比的就差很多了。那今年呢已经是第2年了，使用这个台积电3纳米。不过整场发表会你看来看去 ，Google 讲了 AI， 讲了能耗，唯独这个 CPU 和 GPU。到底提升了多少？它完全就没有提。其实，在发表会之前呢，大家都以为今年呢，其实会用上一个2纳米制成的晶片。台湾的那个经济日报还报道过，说这个 Pixel 11啊，会是第1支使用2纳米晶片的手机。结果这个发表会之后呢 ，Google 就直接讲了，它仍然是一个3纳米的增强版。那大家原本以为的那个制程的红利啊，今年也就都没有了。如果效能真的有大幅度的提升的话呢，我认为 Google 是没有理由不拿出来讲的。所以我目前的推论啊，就是 Tensor 的这个晶片的问题啊，已经不是谁来代工的问题了。那台积电呢，可以把你的晶片呢替你做出来，但是这个晶片怎么设计的话呢，还是要看你 Google 自己嘛。那在这方面 ，Google 跟高通还有 Apple 呀，看起来啊，确实还是有一段差距的。所以回到开场的那个问题，那你多付钱买这个 Pixel 11系列，到底买到的是什么？买到的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长焦，还有一个你今天用不到的 AI 功能。但是 Pixel 系列最后的一块拼图，就是效能这一块啊，仍然还是没有补上。那如果未来有一天 Google 能够把这个 Pixel 的效能的问题啊，也一起给它解决的话，我认为应该呢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入手 Pixel 手机的。但是今年的这个 Pixel 11系列啊，我说实话吧，我是真的很难推荐给大家。那如果你真的喜欢干净的安卓系统，我就推荐你去看一下旧款的 Pixel 10系列吧，这个价格呢应该会便宜不少。对了，既然我们一直在说 Google 嘛，我也想问一下大家，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 Gemini 最近好像有点退步了？我最近好像又觉得 ChatGPT 又变得厉害了。那你现在主要在用哪一个 AI 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好了，那今天咱们就先这样了，谢谢大家，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